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，明明已经过去的事情，却还在心里不断重播？一句脱口而出的话让你后悔好几天，一场失败的工作经验让你夜夜辗转难眠，或者对于未来总是想太多，还没发生的事就先把自己吓得焦虑不安。如果你也有这种感觉，越见成长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绝对能帮你松开心里的枷锁，它就是不执着的练习。作者生野俊明不只是禅宗住持，著名的庭园设计师，更被日本 Newsweek 评选为世界最值得尊敬的100位日本人。他用禅学的智慧整理出99个让人生更自在的练习，教我们如何放下无谓的执着，专注于当下，过得更快活。今天我想用最浅白的方式跟你聊聊这本书的核心观念，以及几个对我特别有启发的练习。什么是执着？我们先来想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人生过得很沉重？原因通常只有一个字：执。我们对过去的错误耿耿于怀，我们对未来的可能担心不已，我们对眼前的小事斤斤计较，情绪被牵着走，结果呢？能量被消耗殆尽，却没有真正活在当下。禅宗有一句话叫前后即断，意思是木柴烧成灰烬后就再也回不去木柴，木柴在木柴的时候就是木柴，变成灰烬后就是灰烬。过去与未来其实各自独立，看似连结却又断开。换句话说，过去的事已经过去，未来还没到来，人生其实只存在于此刻，但我们却常常被执着拉去过去或未来，错过了最珍贵的现在。培养3种力量，让你不再被情绪绑架。生野俊明提出了一个很实用的概念，如果你想要练习不执着，就要培养3种力量。1. 不反应，钝感力。当别人说了不中听的话，或工作出现小失误，第一反应就是生气或焦虑。但如果你能暂停一下，不急着回应，很多情绪根本不需要存在。2. 不在意，放下力。人际关系中，我们常常被别人怎么看我折磨。禅宗提醒我们，别人是别人，自己是自己，学会不在意那些不必要的评价，心就能轻盈许多。3. 不牵扯，摆脱力。负面情绪如果停留太久，只会消耗我们的能量。懂得摆脱，懂得切断，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能掌握的事物，才是真正的自由。这3种力量看似简单，其实就是现代人最需要的心灵肌肉训练。接着聊聊人际关系里的不执着。我们大多数的痛苦都来自于人际关系，比如觉得对方跟自己不同就生气，总想证明自己是对的，结果争吵不断，一昧坚持自己的立场，却忽略了别人的难处。禅宗有句话，宇宙无双日，乾坤只一人，意思是宇宙中不会有2个太阳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当我们真正接受人与人本来就不同这个事实，就不容易生气，也不会那么容易失望。举个例子，当有人做事方式和你完全相反时，与其说他怎么这么奇怪，不如换个角度，原来事情还可以这样做。差异其实就是拓展眼界的契机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别急着否定别人的理由。当你觉得对方犯了错，先别急着责骂，不妨先问发生什么事了。光是倾听就能减少90%的冲突，因为生气就输了。还有工作上的不执着。工作是很多人焦虑的来源，我们害怕失败，害怕不完美，害怕被人看不起。但禅学提醒我们，失败不是终点，而是活着的证明。没失败过，代表你根本没有尝试，不完美才是常态。不必追求事事完美，因为那只会让你疲惫不堪。结果不是强求来的，而是水到渠成。只要一步一步做好眼前的事，
结果自然会到来。有一位作者说的话我很喜欢，不要完美，只要完成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被完美主义耽误了行动。另外还有一个很棒的比喻，爬山的时候如果有像大楼梯间一样的阶梯平台可以休息，就能走得更久更稳。此现象称之为楼梯平台效应。工作也是如此，别横冲直撞，要懂得喘口气，才能真正走远。还有生活中的不执着，除了人际和工作，生活中也需要不执着。一，对物品不执着。我们常常买太多东西，结果家里满满的杂物。作者建议，物品也有生命，如果你不需要了，就让它去到需要的人手中，而不是无止境囤积。二，对手机不执着。现代人每天被手机绑架，结果越自由越焦虑。建议替手机安排休息时间，像是晚上9点后不再使用，甚至帮他准备一个睡床。这不只是让你休息，也是让手机休息。三，对比较不执着。作者举例，山是山，水是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位置，你永远不可能成为别人，别人也无法成为你。当你放下比较的习惯，就能更清楚看到自己的长处。藏在禅语里的智慧。禅语很短，但力量很大。书中有几句特别让我印象深刻。笑看困难，其实不难。当你能用笑容吹散烦恼的迷雾，路自然就清晰了。滴水穿石，再困难的事，只要每天一点点努力，终会突破。凡事都要自己决定，从被迫去做转换成主动想做，人生就不再是别人的剧本。看完书后的收获。读完这本书，我最大的感受是，人生其实很简单，只是我们自己想太复杂。我们太执着于过去的懊悔，太执着于未来的担忧，太执着于眼前的比较，结果忽略了唯一真实存在的此刻。练习不执着，不代表什么都不在乎，而是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能控制的事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能不因琐事受伤，不因小事发怒，不被负能量拖垮，而是用更轻盈的心去过好每一天。禅学不是要你逃避，而是提醒你，人生就是活在当下。不执着，不是冷漠，而是专注。专注在你真正想做的事，专注在眼前的每一刻。当你能放下那些不必要的负担，你会发现，原来快乐其实一直都在，只是被执着遮住了。